佛学说，让我们远离贪嗔痴，可为何还有七宝的存在？这是否在迎合贪念？佛学又说，诸法皆空，万事万物本就空性，七种宝物的评比，岂不是一种对外物的强烈执着？带着这样的问题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困惑，在汉地的文化中，象征君子之德、质地温润高洁的玉，又为何不在七宝的名单中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人间见禅。七宝皆为何物？佛门七宝到底都是什么？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，因为不同的经典阐述的都略有差异。法华经第6品所说是金、银、琉璃、砗磲、玛瑙、珍珠、玫瑰。阿弥陀经开头所说是金、银、琉璃、玻璃、砗磲、赤珠、玛瑙。华严经卷4所说是金、银、琉璃、玻璃、赤珠、砗磲、玛瑙。除此之外，般若经、大智度论等经典也都有所提及。不过金刚经等经典只提到了七宝，并没有罗列所指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，这并非是有某种标准，而是一种允许变化的文化象征。可以直接给出答案了。七宝的概念完全不能忽视历史和地理的因素，也就是古代印度的世俗喜好。佛学诞生在古代印度地区，本就偏爱色彩亮丽、光泽强烈的硬质宝石。早在沙门思潮之前，婆罗门教乃至更早期的吠陀文化就已经开始用各类宝石做装饰，甚至作为王权的象征。你说不对啊，七宝中没有玉，可也没有印度特有的且产量丰富的钻石、祖母绿、蓝宝石、红宝石。这个问题马上就说到，我们先把七宝逐个聊聊。黄金来自于大质量恒星垂死的挣扎，中子星碰撞或超新星爆发，才能产生一点点，再由陨石带到地球，从天竺到殷商，从埃及到玛雅。先民们可以在石缝中偶然得到天然的大块金，无比珍惜，象征尊贵。白银，另外一种先民们普遍青睐的贵金属，在原始的太阳系星云中和地球一起融合而成，象征清净。砗磲，这是一种有机宝石，来源于世界上最大的双壳类软体动物，在印度南边的印度洋里，安静低调地过滤着浮游生物，外壳是灰白粗糙，内部却五彩缤纷。它的制品坚硬且纯白，象征庄严。注意了，作为濒危的野生动物，现在是有价值无价格。韩国女演员2019年在泰国做节目时，潜水捕捞吃掉砗磲，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和法律纠纷。此外，在汉地，因为原料的稀缺和护生的考虑，会采用矿石或玉石来替代。琉璃和其他七宝不同，琉璃这个词来源正是梵语。《西游记》里的沙僧正是因为失手打破了琉璃盏，才被法网下界。然而在古代印度，琉璃并非指彩色玻璃制品，可能更多代表了各种彩色宝石。这也就回答了刚才那个问题，为何七宝中没有印度特有且产量丰富的钻石、祖母绿、蓝宝石、红宝石？
其实彩色的就是琉璃，尤其是青金石和绿柱石，象征智慧，而钻石会更特殊一些。虽然不在七宝之中，但我们知道佛学经典《金刚经》，其中金刚之意就是闪电加钻石，前者代表了威力，后者代表了坚固。但因为钻石在古代印度无法被加工，浑浊且不透明，缺乏可加入七宝的庄严。珊瑚，你应该听过十重斗富的故事。晋代的权臣王恺邀请另一个权臣石崇来观宝，那是王恺新得到的一棵2尺高的红珊瑚树，枝条繁茂，非常好看。可石崇立刻拿起东西打碎了，王恺很生气，石崇却不慌不忙，叫手下把家里面的红珊瑚树都搬过来，让王恺挑一棵赔给他。那都是一些3尺高、4尺高的红珊瑚树，像王恺刚才那样的根本不稀罕。可见红珊瑚这样的宝物在古代印度也是非常珍贵，象征正直。但要注意，和砗磲一样，珊瑚现在也是严格受保护的。另外，有的经典会提到赤珠，大多数说法也是由红珊瑚研磨成的珠子，当然也有别的说法，比如来源于鱼腹中或蛇脑中。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红玉髓。根据各种经典，黄金、白银、砗磲、琉璃、珊瑚基本是必然出现的，其他宝物会根据不同的经典有所不同。琥珀和蜜蜡来源于远古的松脂化石，不少都包裹着小虫，透明的叫琥珀，不透明的叫蜜蜡。珍珠，天然珍珠的价值远比现代养殖的珍贵。玻璃，多半情况下指的是天然水晶。玛瑙，算是比较常见的矿物。玫瑰，其实是一种粉红色的矿物，也比较常见。七宝都介绍完了，为何没有玉？我想你已经有了一些答案，让我们接着聊。宝物只在红尘中，就如我们之前所说，佛门七宝的概念不能忽视古代印度的历史和地理。黄金、白银、琉璃、琥珀等，从印度到巴基斯坦，再到斯里兰卡，都有广泛的出产。砗磲、珊瑚、珍珠等也是源于印度洋的馈赠，但在佛学流传到世界各地后，这个随文化而演变的象征体系也会发生种种变化。虽然在经典中七宝并没有玉，但在汉地，玉很快与造像和法物联系了起来。知名的上海玉佛寺便因一尊高达 1.9 米整块雕琢而成的玉佛而得名。而在民间，我们随处可见玉制的手串、玉制的法像，温文尔雅、君子之德的玉是属于汉地的文化映射。佛学继续流传，到了藏地，符合藏地传统且色彩浓烈的宝石便与佛学紧密结合，比如蜜蜡，比如绿松石，再比如玛瑙所制成的天珠等。佛学流传到了日本，日本并不出产宝石，玉的质量也不高，便只有七宝烧这一界名象征。但南传呢，为何没有七宝的说法？我们要注意，所有关于七宝的描述都出自大乘经典，而在上座部中没有提及。阿含经中只提到过转轮圣王七宝，
但代表的是力量、财富和权势。不过南传国家依然有自己浓烈的表达，那就是随处可见的鎏金和贴金，华丽无比。话题拉回来，确实有人固执地认为七宝可以代表不同的功效，这个关键问题又该如何看待呢？人人皆有摩尼珠。在大乘经典中，七宝即代表了吉祥庄严，这个叙事深入人心，会出现七宝树、七宝池乃至七宝净土。但要知道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，这只是一种借假修真，诸宝非宝，真正的宝不在外求。金刚经阐述的最透彻，佛陀告诫须菩提，我们宇宙那么大的空间，去乘以恒河沙数那么多，再把那么多的空间用七宝塞得满满的，然后拿去布施，能得到的福报也远远不及去理解、去奉行。这段对话深刻地告诫我们，向外寻求物质，终将会有尽头；向内探寻本心，才是宝藏所在。在佛学传说中，有一种公认的远超七宝的终极宝物，叫做摩尼珠。它由多色多层构成，周围环绕向上火焰。有何妙用？第一，能随意所求，任何的金银财宝、珊瑚琉璃，你向它许愿，它都会给你。第二，能调节环境，热时能凉爽，寒时能温暖。第三，能驱除病痛，放置病患处，便可以疗愈。这么好的宝物，哪里能有呢？法华经中记载了一个一粒藏珠的故事。有一个人穷困潦倒，前去投奔朋友，在宴请中喝得酩酊大醉。次日朋友要早走，就将一颗无价宝珠缝在他的衣服里。他醒来之后，继续四处漂泊，受尽贫苦，直到多年后再遇到那位朋友，朋友惊愕不已，你身上就有无价宝珠，为何浑然不知呢？这个故事中的无价宝珠就被认为是摩尼珠。人人皆有摩尼珠，人人都本具自足，可我们自己又为何向外求呢？你又是如何认为的呢？万般珍宝不敌本心。我们会说雄鹰一般的汉子，但雄鹰怎能比过汉子？我们也会说正法如同琉璃，但琉璃怎能比肩正法？印度用珍贵的七宝来比喻正法，汉地添加了玉石来做慈悲象征，藏地选择了天珠蜜蜡，南传又用金光来装饰。这些都只是一层外衣，我们真正珍贵的是我们自己的摩尼珠。就如禅中所讲，众生皆有佛性，真正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本心。当我们看见万般珍宝皆可弃，若我们忽略，万般珍宝皆无益。谢谢大家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